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频道。今天继续讲军事故事、军迷故事、军贸故事、军工回忆，中国反隐身雷达研发纪实系列第一篇第10章，斯里兰卡第一个徒弟李卫。摘要：斯里兰卡是我工作过的第一个岛屿国家，在这里我也收下了大徒弟德瓦普利亚，中文名字叫做李卫。收的时候我也没多想，只是觉得这小子聪明过人，想着教他一些正儿八经的事。正文，因为这算是我第一次参加新雷达场站的调试，也是第一次参与雷达场站的技术人员的培训，时间比较紧张。因为沟通的问题，我用英文讲过大概的内容之后，由班达阿加代翻译成森切罗语再讲一遍。下面的官兵有问题，也是先由班达阿加代翻译成中文。本来预计3天就搞定的培训，足足做了5天。感觉雷达场站的技术人员还是挺认真学习的，也问了不少问题。不过他们的文化底子太差了，就算听懂了，也还是需要操作几次才能够搞明白。就这样1个月转眼就过去了。等到凑足4个班的人可以操作，雷达就开始运转起来了。大家都知道科伦坡临海，而雷达的侦测是一个圆圈，它画到内陆多远，也就能够看到海上多远。咱们这一套雷达的侦测范围是450公里。我倒是有些个人的爱好，想看看靠近印度的地方，于是就提出来跟着一起倒班做技术支持，想具体了解一下情况。班达阿加代帮我问了一下那个雷达场站的连长，但是被他一口回绝了。班达阿加代告诉我，这是因为安全方面的考虑。那个时候森切罗人跟泰米尔人因为门户组织的事情争闹得不可开交。前面我介绍过，泰米尔人是印度教徒，大约占人口的15%，是英国人从印度南部迁过去斯里兰卡的，曾经替英国人管理斯里兰卡大概100多年。而森切罗人早在阿育王的时代就生活在斯里兰卡，算是斯里兰卡的土著居民，是佛教徒，大概占人口的75%左右。森切罗人跟我印象中的温和的佛教徒不太一样，他们对泰米尔人非常的心狠手辣，也许是彼此的仇恨太深了，经常有泰米尔人被当街开膛破肚的。班达阿加代说，森切罗人认为，如果在心脏还在跳动的时候就吃掉，是不会有报应的。但是泰米尔人也不含糊，因为他们不会开膛破肚，但是他们有手艺啊，那就是造枪和土炸弹，所以也不好惹。有2位斯里兰卡的前总理都是森切罗人，都是被泰米尔人暗杀掉的。为了大家的安全，所以他们分班的时候，先安排1个班是泰米尔人，另外3个班都是森切罗人。等到大家都熟悉了以后再说。虽然我的样子一看就是不是本地人，但是中国人是尊贵的客人，连长不敢让我出晚班执勤，如果出了问题，他就承担不了责任。听了巴达阿加代的介绍，我才慢慢明白，当年的郑和下西洋绝对不是一帆风顺、太太平平的旅游观光，但是冒着多大的风险，才把中华文明的火种传遍全世界。所以我对大明的敬仰又开始泛滥起来。就这样，大概又过了2个星期，科伦坡雷达场站的工作基本已经走向正轨。这时间，我收了1个徒弟，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徒弟，叫做德瓦普里亚，中文名字是李卫。在科伦坡雷达场站培训结束的时候，班达阿加代就离开了，因为他是翻译，并非军方人员，因此随着培训结束，他的工作也就结束了。前面讲过，当时石家庄曾经派教导队来斯里兰卡陆军训练，当时斯里兰卡军方招募了几个懂中文的并曾经留学中国的人员，李卫就是其中一个。这个小伙子在北京读书，由于迷恋当年热播电视剧《雍正王朝》里面的李卫，体型也差不多，于是就把他当做了自己的中文名字。李卫是泰米尔人，但是他对于闹事的泰米尔人也是比较反感的。另外，他也是比较虔诚的印度教徒，身上有湿婆神的纹身，说是12岁成人礼的标记。李卫很聪明，这主要指的是专业知识。他来自北京那所著名的足球大学，北京理工自动控制专业。大学读书的时候用的是英语，
中文是李卫平时自学的，也不知道是谁教他的，反正正儿八经的中文没学几句啊，大爷大妈傻逼啥骂人的话倒是全套滚瓜烂熟。吃饭也是咖喱酱油什么的中文居然都不会说，只会说辣椒和大蒜，也许是为了显摆。反正每次跟我们一起出去到当地饭店点菜，刚一屁股坐下就喊大鸭子烤脸，也不管当地人听不听得懂，还特意加重了北京的卷舌音。我带着他，一方面是希望他能够成为技术方面的权威，为下一步斯里兰卡继续引进我国的装备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希望给他一些指引，教他一些文明古国真正博大精深的东西。那什么叫做文明呢？我个人窃以为，文明就是大家都能够做到的，并且让别人感到舒服的行为习惯。李卫刚刚毕业没多久，还是跟他父母住在一起。他知道中国的春节，我就教给他春节时间每天的含义，从大年23开始到正月15。其实我也并不是全懂，我也是上网先查了一圈，把自己先整明白，然后再给李卫讲，要求他每天回家都要先去给自己的父母鞠躬，说一声爸爸妈妈辛苦了，我回来了。每天上班第一次见到我也要鞠躬，说师傅早上好。李卫本身就是学自动控制工程专业的，加上我同时用中文和英文教给他雷达的原理，他很快就能上手了。大概2周之后就接到通知，我要转战科伦坡的蓝港，调设新的雷达站。我就让李卫先留在科伦坡站处理一下异常情况，如果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通知我。我也想着自己先过去南港那边把安装的事情先搞定，再让他过来一起去调试。李卫很用心，可能是因为我的要求比较严格吧。他也是刚刚毕业，在中国待了5年，也跟中国的年轻人一样，希望能够做点成绩出来，给自己的家庭长点脸。其实斯里兰卡本地人的年轻人都是比较懒散的，他们根本不想明天的事情，只要今天开心就行了，幸福指数是很高啊。李卫已经被中国人调教的越来越像中国人了，一样有着一颗要强的不甘平庸的心。有上进心是好事啊。科伦坡南港距离科伦坡市区大概60多公里，在一个叫做卢卡特勒的地方，这地方山美水美，是天然的深水港。雷达场站就在海边的山上，可以俯瞰印度洋。雷达场站分几步建设，我们这个只是第1阶段，后面还有第2、第3、第4等等阶段。跟科伦坡雷达场站不同，这个雷达场站有一个部分规划给咱们中国人自己内部人使用。当我们在建的斯里兰卡方面的雷达场站调试完毕之后就会进行第2阶段。前面我还在科伦坡雷达场站的时候，黄处长和陈哥已经在这儿忙活了2个多月了。等到我过来为了斯里兰卡方面安装设施的时候，他们2个已经转战下一个雷达场站了。安装任务相对比较简单。我们厂的这个型号在国内已经用了10多年了，虽然后来由于更新换代已经不再生产，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款雷达算是中程预警雷达的入门级产品。不是我在吹牛，就是闭着眼睛盲装也会8、9不离十。你太熟练了，太熟悉了。斯里兰卡军方复制了我军的做法，对这种预警雷达使用排的编制，并采用3班倒的方法。安装期间人员已经到位。对我来说，因为科伦坡雷达场站已经完成了培训资料的整理，因此这一次的工作就简单很多。但是必须要等到李卫回来才行，因为我不会说僧伽罗语啊。李卫在科伦坡雷达场站又多坚守接近2周，小的问题他就自己处理，大的问题就打电话过来问我。总体来说表现非常好，所以我这边安装刚刚差不多完成，我就马上要求调他过来。这个时候南港雷达场站工作的中建某局的同志们也撤了，而李卫虽然接到调令，却还要等待2天办理手续。雷达场站就我一个中国人，白天挺无聊的。雷达开机之后，我经常坐在高台上，用军用望远镜远眺印度洋。我是多么希望眼目光所及的海域就有一支中国的远洋船队。我始终坚信这一天一定不再遥远。虽然南港距离科伦坡只有60公里，但是斯里兰卡的公路修得实在太差劲了，要走大概2个多小时。我没有斯里兰卡的驾照，没法开车，不像在伊拉克，而且也不敢开车。
因为拥挤的大街上就没有见过红绿灯这改善斯里兰卡路况的任务就留给中建他们吧，以后慢慢做，慢慢改善。我平时下班回到酒店都已经晚上7点多了，一般都是黄处长跟陈哥出去外边吃饭，然后打包回来。还好当地气候湿热，一般来说打包的饭菜不会太凉，只是蚊子太多。斯里兰卡当地的蚊子个头不大，但是毒性很大。刚刚过去的时候没经验，浑身全是被蚊子咬过留下的红点，后来还是药波提醒，涂抹了清凉油，算是赶跑了蚊子。李卫接到调令之后第3天下午就过来南港雷达场站了。我让他先熟悉一下教程，然后让他给我复述了一遍。我又问了他一些问题，帮助他更加全面了解了整个系统。应当说，对待李卫我算是倾囊相授，毫无保留。李卫也是聪明人，学得很快。另外，我尽量教给他一些中华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什么的。有时候讲的时候，我才知道很多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优秀部分，连我自己都没有什么系统深入过学习和研究有时候讲的时候真怕讲错了。我电脑里边有袁阔成的评书《三国演义》，我中午吃了饭之后就放给李卫听，一天播2集，大概1个小时左右，当成午休了。他听的时候有很多听不懂的地方，比如说典故和成语，听完了之后我再给他开小灶，慢慢给他解释，这样印象就深刻了很多。当然电脑里面还有单田芳的《水浒传》，我就没有放给他听。斯里兰卡国内已经那么乱了，如果听了《水浒传》，那不是火上浇油嘛，对吧？鼓动他们去造反，那我就不去毒害斯里兰卡的大好青年了有了李卫的配合，调试进展的非常顺利。按照我重新制定的计划，李卫先带着官兵们调试，碰到了问题我们一起解决，这样官兵们也通过这个调试的过程，对简单的过程有了一些判断，对如何解决方法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话说回来，斯里兰卡士兵在作战能力水平方面跟我们中国的军人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简单说就是主观能动性不够，不喜欢主动动脑子去解决问题。虽然李卫跟了我断断续续差不多也就个把月，但我还是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了他的变化。斯里兰卡跟伊拉克不同，伊拉克人的生活水平很高，在2000年左右就基本是家家都有车了，很多家庭还不止有1辆车。斯里兰卡不一样，街上跑的车是明显没有伊拉克多，而且科伦坡这边3轮车很多，比汽车多了。军营里边也跟国内一样要求驻扎，没有像伊拉克那样纯粹上下班的职业军人。李卫的家乡在斯里兰卡北部，他平时就住在南港雷达场站，与雷达场站的官兵一起吃住，自然很容易就混熟了。他也把学到的一些中华文化教给他的战友们。每天早上布置任务之后，官兵们面对李卫敬礼，然后有一天开始，李卫布置完任务之后，大家立正，然后敬礼，最后鞠躬。我问李卫，这怎么看起来像日本人啊？李卫回答说，因为日本的文化也是来自于大中华文化。我听了非常开心。李卫这小子真聪明，真是烧到了我的痒处啊。时间过得真快，又是1个月过去了，李卫学的也非常透彻了。另外，我把工厂外销的最新型中程预警雷达的技术资料也跟李卫进行了初步的讲解。这款雷达其实也是以现有的雷达为基础，通过升级软件和硬件而出来的。我把其中不同的地方都讲给李卫，让他提前熟悉，因为我当时有强烈的预感，斯里兰卡以后会用得上我们厂出品的升级版的中程预警雷达。李卫经常就唠叨着说，如果用上新雷达会多么多么好，这也是年轻人经常有的期盼。不过斯里兰卡的空域比较清闲，飞机航班也不多，目前这个雷达型号已经足够应付了。这段时间中间曾经出现过一次事故，由于斯里兰卡基础设施很差，又处于内战之中，因此经常停电。每次停电，电力供应部门都会提前通知雷达场站。预警雷达是用电大户，而且电磁辐射也会产生很大的热量，提前通知雷达场站才能做好降温工作。跟国内的雷达场站不同，南港雷达场站虽然有备用电源，但是备用电源容量小，只够储存必要的资料。对于那个型号，整个雷达系统的停机和冷却大概要持续开机15分钟以上，
这个耗电量对南港雷达场站的备用电源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突然有一次，因为意外原因的停电，雷达场站没有得到提前通知，这样电磁线圈那边的散热空调就停止工作了。电磁发生器和接收器都安装在有电磁保护的封闭空间之内，如果发生过热甚至烧毁，那问题就大了，这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恢复的。这个时候李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没有像其他的人一样跑出去纳凉，而是指挥雷达场站的人员以最快的速度将电磁传输系统的防护罩拆下来，用人工扇扇子的方法给设备降温，从而保证了电磁线圈的完好，保护了雷达场站的安全。我对他的这一行为大加赞赏，也建议斯里兰卡军方给我的大徒弟李卫进行嘉奖。后来嘉奖下没下来我不知道，李卫一战成名却是人尽皆知了。就这样3个月过去了，利用这一段时间，我也将南港雷达场站的消耗品易损件清单整理了出来，交给了李卫。针对于斯里兰卡的气候以及南港雷达场站的特点，特意对部分零配件提出了设计改正要求，发给了张主任，在首次备件供货的时候应该就可以赶出来。3个月之后，黄处长和陈哥回来南港雷达场站，不过他们的地点在隔壁的山上，做我们自己的雷达站，而我接到通知要过去汉班托特港的雷达站。汉班托特港雷达场站距离科伦坡比较远，由于调试工作的特点，我无法像黄处长跟陈哥那样每天往返，只能住在雷达场站。不过这次呢，为了让李卫进一步熟悉安装工作，我带上了李卫一起过去。其实李卫也收了几个徒弟，在南港雷达场站虽然操控的是一个排的编制，但是也配备了几个有着高学历的官兵。斯里兰卡方面也希望在初期就快速培养自己的人才。他们当中的2个人跟着我和李卫一起来到汉班托特港雷达场站。汉班托特港的气候跟科伦坡差不多，但是人口密度少了很多。这里的港口条件与科伦坡南港实际差不多，甚至要更好一点。但是由于科伦坡港距离印度方面更近，而斯里兰卡的主要贸易对象就是印度，因此位于斯里兰卡南部，远离印度的汉班托特港基础设施水平就要差了很多。跟南港一样，汉班托特港的雷达场站也是分2部分，一部分是斯里兰卡方面用的，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用的。斯里兰卡方面的雷达场站先行建设，自己的那部分要等下一步指令才开工。我带着李卫过去的时候，主体框架结构已经搞好，正在安装雷达罩，中介某级的人员都还在，都非常高兴。由于干线电缆还没有铺设完成，因此我们的安装工作也并不着急。借着这段时间，李卫带着我去了一下汉班托特市里面转了一圈，看一看。也许是因为汉班托特港的繁华条件不如科伦坡，也许是因为华人比较喜欢聚居，这边还真没见到有华人的商铺。李卫说这也挺好，就逼着我尝试一下当地人的饮食，了解一下当地人的风土人情。本来我想每天回去雷达场站吃饭的，结果被李卫拉着在外边吃饭。不过汉班托特港的风比科伦坡大，晚上吃着烧烤海鲜，喝着当地的米酒，吹着海风，还真是惬意。不过这样的神仙的日子只过了1个礼拜，我就中招了。前面说过，斯里兰卡的蚊子非常毒，而且斯里兰卡市政水平也比较烂，当夏天的时候还是非常容易感染疟疾的。我不知道是吃东西吃坏了还是被蚊子咬的，反正是得了疟疾。这天半夜醒过来就觉得冷，甚至盖了被子还是觉得冷，冷的牙齿都打寒战。我是东北人，在老家的时候冬天零下40-50度，我都没有像这样的打寒战。过了一会儿冷劲过去了，就又开始发热，然后就上吐下泻了。之后上吐下泻之后，再后来就是出冷汗，汗水就顺着脖子和胸膛像小溪一样的流淌，难受极了。第2天一早，李卫带我去了当地的医院，打了治疗针，然后送我回去了科伦坡，直接住进陆军医院，会立即致命的病，但是真的很煎熬，因为疟原虫病毒进入了血液，所以根除治疗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在住院期间，大使馆、黄处长和魏哥还有耀博都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大使馆的同志特意叮嘱了一些防治本地流行传染疾病的注意事项。其实我们刚到的时候，人家都已经讲过了，只是那个时候我都没当回事儿。李卫的几碗米酒下肚，那些叮嘱我早就忘记了。这次住院教训非常惨痛，2周时间掉了10斤肉。那边汉班托特港雷达场站还在搞安装，所以感觉自己好的差不多了，我就直接回去汉班托特港雷达场站了。黄处长给我带了一个百宝箱，里面装了各种急救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多加小心。李卫这小子趁我不在，居然把大部分的组件都已经安装好了。我看到雷达场站内部已经安装的差不多的雷达，我心里感到很欣慰，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我这个徒弟那么有出息，我这个师傅更厉害了，是吧？又等了差不多1周，主供电的电缆也接通了，雷达组件也全部就位了，就让李卫带领驻场官兵开始调试。由于有2位技术骨干是从南安港那边过来的，所以汉班托特港的调试进展得非常顺利，2个星期就基本正常运作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调令，不要回国，直接出发瓜达尔港。本期讲完了，老铁们喜欢的话一定要打开小铃铛，分享、转发、点赞、留言，谢谢大家。